我是大禹，穿过废墟，只为真实。大家好，我是大禹，我现在的坐标是烟台恒大丁字湾文化世纪城。这里曾是恒大600亿的大目标，听说现在这里被盘活了，更名为胶东香岛湾。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吧。咱们之前也去过恒大的很多项目，比如说重庆恒大，还有沧州恒大，以及武汉恒大。这里花费了600亿，对于整个恒大系来说，不算是最大的。但是放眼到整个山东，这个恒大体量确实不小。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恒大所有的东西，文旅城、儿童游乐设施、风情文化街，以及餐饮、休闲、娱乐，应有尽有。我今天忘了讲，今天咱们是带着目标来的。第一看一看复活中的恒大究竟是什么样的，看一看有没有很多商家在恒大文旅城里入驻。第二我们要去一下周边的小区，看一看那些保交楼是不是都完成了。带着这2个任务我们今天就一探究竟了。可以看见前面有一个类似钟楼的建筑，这个就是整个文旅城的地标建筑。这个是我见过恒大所有建筑里没有被打砸破坏的一个地标建筑。我爬上来了，我带大家看一看我先带大家环顾一下5星级酒店、儿童游乐城、儿童反斗城，以及在这片树后面的，现在看样子是一个 KTV。在那一大片区域都是步行街，在它后面就是恒大的住宅区域了。然后我们把镜头向右移动，在那个位置还有会展中心，前面就是它的5星级酒店。在这门口还有一个很大的喷泉，可以看见喷泉围了一圈就是海豚。我发现恒大特别喜欢海豚，把海豚作为他们标志性的建筑。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从外观来看就是一个毛坯房，根本都没有施工完成。现在这个入口就大大的敞开着。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建筑的门厅了，环顾四周这栋建筑就是一个烂尾楼，根本都没有施工完成。在我身后那个位置我看还积了大量的水，咱们就不过去了，进去也没什么价值。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这个形似美国国会中心的建筑是恒大之前的会议中心。恒大所有的项目都有会议中心。这个门口还停着一辆汽车，我们进去看一看。这里面也是一个毛坯建筑但是可以看见它还是有一定的完成度的，至少比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5星级酒店
完成度要高。这里面好大呀，又空又大。这里头可以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了。我听见里面有人，我们上去看一下。那边有人，在施工呢，我们就不过去了。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离开会议中心了。刚才啊，我在门口看到那辆车的时候，我就知道里面有人。我也是抱着好奇，想看一看里面是什么人。发现里面是一个工人在那拆卸房顶上的钢板。这个门口啊，也停着一辆车，应该也是干活的工人。哦，我们来看一下。先不打搅了啊。我有点意外呀，我还想到门口拍一拍，看里面是不是有东西，结果一打开门啊，我都被震惊了。这个呀，是我走过这么多恒大文旅城建的儿童游乐城里唯一一个被盘活的。我有点惊奇啊，还有点兴奋。我看到里面有孩子都在玩那个陶乐堡，这个呀让我既惊奇又开心啊！没想到这些游乐设施啊又被利用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看到恒大被复活部分游乐设施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比起左边的这个反斗城啊，这个儿童体验馆就没那么信用了。我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可以看见门口啊有一个大大的锁。星河湾 KTV 商务宴会、同事聚会，这门口垃圾桶是什么意思？哇，那还在报警啊！我们就站这儿看一下。嚯，里面一片狼藉啊！这个是要拆还是要建啊？我有点疑惑呀。门口都是水泥沙子，完全看不出有被复活的迹象啊。而且啊，那儿还有一个报警设施，我一过去它就响。
这个美人鱼看起来好惊悚啊，感觉像梅杜萨呀。这里面就是商业步行街，可以看到这边的商业步行街啊，还是烂尾荒废的状态，和其他地方的恒大商业街如出一辙。对面这个一墙之隔的地方呀，还有一片烂尾楼，干脆就没有交付。这儿还写的是国际学校特色马场，承诺的这些东西啊，应该都没有兑现。步行街分2片，这片啊已经烂尾了，我们逛完了。现在啊，把镜头旋转一下，我看这里还有一个大门，上面啊写的是中国胶东香岛湾观海。这个大门啊，和京津新城的有几分相像，但是啊，没有那个气势大。在它的后面啊，还有大片的烂尾楼，我们过去瞅一瞅吧。现在啊，这个施工现场，大门就这么敞着，这个面积啊还不小呢。我刚才从网上查了一下，这边的烂尾楼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之前恒大在这里修的楼盘烂尾了，后来啊恒大暴雷，无力继续修建，当地的国资委啊就把这里盘下来了。但是啊，由于这儿的体量比较大，目前啊这些楼盘看来还没有保交楼的迹象，所以啊就这么荒着。我看了一下这儿的面积啊，确实不小，除了我身后，还有远处啊，基本都是烂尾楼。现在整个工地啊封闭起来，不让人进去，后期啊可能会有施工。当然啊，买了这儿的房子的业主现在的情况啊也不容乐观。咱们刚才啊一直绕着文旅城啊绕了一大圈，到那边的步行街看了那边的烂尾楼，然后啊我们现在来左侧的这边步行街看一看，看一看这边的步行街啊有没有烟火气。可以看见靠近街头的有几家馆子呀是开业的，这儿有兰州正宗牛肉面，那儿啊还有一个老家手擀面，这些啊都是营业的。旁边啊还有几家设计单位也是开门营业的。从这个街角啊向里望，可以看见这儿的店铺呀都是关闭的，没有一家营业。这儿的康养啊也已经关张大吉了。可以看见里面的桌椅板凳还在。这儿有几家办公场地，看见啊，里面还有人员在里头办公。
再往里走啊，能看到之前啊也是有很多小店儿在这经营，但是呀，现在基本上没有生意，都已经关门了。体育彩票、茶叶店、景物室。里面还很深啊，可以看见里面没有一家店营业的。这儿之前还有一个华联超市。去手擀面吃点东西吧。哎，老板，咱们这儿现在房子现在都有人住吗？不到一半啊。我看这房子修的好大气势啊，我就想知道一下有没有人住。这个都卖出去的都卖出去了，但是全都卖出去了。啊，卖出的就卖出，但是有很多没来住的。哦，没来住，这些都是之前恒大的房子哈。对，都是恒大的。这儿之前这些里面都是有店儿，都倒了吗？对，都是有店，以前就可火了，后来因为那么出事儿了嘛，恒大。哦，你的意思是在恒大之前这些店都开的？对。后来恒大倒了，这些店也倒了。对，我是因为在这边住，所以开的那个店。哦，这个意思呀。对。哦，我以为是那个，就是他改成那个，改名以后这些店开的，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以前恒大在的老火了。哦也。哦，这个意思呀。以前没火，都火着点。这个面啊，看起来还挺美味的，有蛋，有菜，有肉。这个呀叫大窑，在大陆啊，基本大家都喝这个。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哈，搅和一下。味道还不错。从文旅城过来啊，我们现在就到了住宅区。这个路上啊，车非常少，竟然都可以走在马路上了。这些楼盘啊，就是当年恒大修的。从外观来看，修的还蛮不错的。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店儿还都在开门。现在啊，我们就进到香岛湾 A 区去看一看。这个车呀，是当年恒大文旅城的同款吧。小区非常安静，可以看见这些楼上啊都没有挂空调。能感觉到呀，这些小区里面没有多少业主在这里居住，零零星星有几家吧。我看见窗户啊都没有挂衣服，挂空调的呀也是少有的几家。这儿的这个营销中心啊也已经烂尾了。这个小区门口已经有很深的积水了，都过不去了。物业呀也没有帮忙清理，那说明这栋楼啊现在是没有人住的状态。
我没有看到一户挂空调啊。再看看楼门口，单元门口啊也被封住了。这栋楼啊没有人住。我们再到其他楼看看。我们来到了这个单元楼的门口，堆了很多沙石啊。这儿也有积水，跨过去。不，门口啊立着一个沙土车。我们再去看一个施工完成度比较高的房子。可以看见业主啊，已经急不可耐的把空调都装上了。这里面完全还是毛坯，没有任何装饰。但是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房子呀，目前已经修建完成了，水电没有通，也没有装修。我理解啊，到最后完成啊，就差一步之遥了。我和那几个当地人聊天啊，他们说这儿的房子呀，住不进来。我一直以为啊，是地理比较偏远，买了房啊不想住。但是啊，我走到这儿我才发现，是根本住不进来，因为啊这些房子啊还没有验收完成，这些高层啊门口都有很深的积水，楼门啊都被封住了，可见啊里面都是毛坯的状态。另外有几栋啊里面还在施工，所以啊这儿的房子现在买了房根本也住不进来。这个是1单元，可以看到呀，这个单元楼应该是完整度最高的。里面的味道很重啊，一股装修材料的味道。这里边已经装修完了，业主啊应该都可以入住了。我们就不上楼了，在这儿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河北的车牌，哦，应该是过来买房投资的人，但是没想到呀，在这儿买了房，迟迟的却拿不到房子，也住不进来。但是现在还好，已经有个别业主啊已经能住进来了，但是这个速度呀非常缓慢。阿姨，打扰你了，我问一下哈，咱们这儿现在业主都搬进来了吗？没有啊，太少了，
是住不进来还是不愿意住进来啊？肯定是不愿意住进来呗，谁愿意住进来，我也不愿意住进来呀。是因为太远还是什么原因啊？太不方便了，不方便啊太？不方便了，坐车，这跟前连个医院都没有。医院也没有。嗯，哦，我看有些楼它好像现在，楼门口啊还有积水啊，还放的沙石啊，好像没修完的感觉。但是这边的我们这边还可以。这边的楼已经修起来了。这边哦不行就是前面这一片。哦，那边的没修起来，那边的没整好吧，可能是那就周围配套啥都跟不上呗。跟不上，连个饭店也没有，药店也没有。你说你要买个菜还上集市上去，那太不方便了。太不方便了。你们是河北吗？还是我是吉林市的。啊吉林到这儿？嗯，那也有点距离啊。那有距离就是就在这块儿，谁在这块儿买的房子？你们当年是想着到这儿就是养老是不是？是，感觉海边环境啊各方面比较好。环境不错。哦，嗯，没想到一下这个恒大暴雷以后，房子也拿不到，拿到了，但是现在居住也不方便。不方便，太不方便了。哎呀，真是没。办法，你不在这住吧，你不在这住，也给你扣物业费，按60%交。哦，物业费还要交，还要交，是啊。房贷还要还。那我是没有房贷的，是全款买的。哦，那你们还可以。如果就是自己住不上，比如说那边房子还烂尾着呢，那你还得交房贷呢，还得还房贷。就是。哇，这个真是。今天我们来丁字湾恒大，过来看一看这边的恒大复活情况。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是文旅城啊，文旅城零星的有几家，比如说像儿童游乐城啊，还有一些 KTV 啊，我看都在那儿装修呢。当然啊，这个和整个文旅城暴雷的场景来看啊，只是复活的只是冰山一角。另外啊，我去美食街，零零星星有几家饭店开门。然后到这边的居民区啊，这边的房子呀，很大一部分我看还在保交楼，有另外一部分啊彻底烂尾荒废。虽然啊现在已经被国资接手，但是啊目前还没有施工的痕迹。整个恒大呀暴雷也有好多年了，当地的居民啊买了房子的也住不进来，就是想住呀也住不进来。但是啊可喜的就是有一部分居民啊现在啊他们基本上可以即将拿到自己的钥匙了。我是大宇啊，每期带你看一个让你震撼的烂尾项目。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就请点赞外加一个关注，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每周六不见不散。